突发，波兰发出最强警告，若普京专机飞越领空，将被击落并移交海牙。乌克兰入欧再提速，欧盟拟修改入盟规则，助基辅破局。莫斯科军事仓库突发大火，乌军深夜空袭罗斯托夫。乌克兰战机超低空突袭，俄军前线基地被摧毁，扎波罗热攻势被击退。乌克兰4天内第2次猛攻克里米亚，精准打击俄军空军基地，雷达系统被彻底摧毁。停火提案遭俄拒绝，美俄高层会晤恐将推迟。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就在美俄准备展开新一轮高层会谈的关键时刻，欧洲却突然传来一则震撼性的消息：波兰向莫斯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空中警告。据 Nexta 新闻最新报道，当地时间10月21日，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语出惊人，说如果普京的专机飞越波兰领空，他们无法保证其安全。这一声明瞬间引爆国际舆论。希科尔斯基强调，波兰并未对俄罗斯开放领空，而作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他们有义务执行通缉令。别忘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普京已被海牙发出国际逮捕令。换句话说，一旦普京专机胆敢穿越波兰上空，波兰方面不排除强行迫降并将其移交海牙法庭的可能。这场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普京计划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一场备受关注的双普会。然而，如何飞过去，如今成了一个棘手的大问题。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对俄罗斯关闭了领空，普京要抵达布达佩斯，必须在3条高风险航线上做出选择。第一条路线，莫斯科直飞布达佩斯。从地图上看，这是最短的航线，仅需3个小时，但需要穿越乌克兰西部空域。如今那片天空每天都有无人机、导弹在互射，这条路线几乎等同于自杀飞行，根本不可能考虑。第2条路线经由白俄罗斯穿越波兰，在南下越过斯洛伐克抵达匈牙利，用时约5小时，看似安全，但随着波兰最新的强硬表态，这条航线如今同样被彻底封死。剩下的就只剩最后一个选项，一条曲折而危险的绕地中海航线。普京或许得从莫斯科一路向南，经土耳其进入地中海，再绕过希腊，穿越黑山与塞尔维亚，最后才抵达匈牙利，全程超过8小时，是平时的2倍多。可即便如此，也并非十拿九稳，因为黑山同样是海牙国际法庭成员国，理论上也有义务协助逮捕。唯一的幸运是，黑山国土面积狭小，防空能力有限，也许这能给普京的飞机留下一线生机。种种迹象表明，波兰如今在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棋局中的角色愈发关键。9月初，波兰战机在本国领空击落了数十架俄军无人机，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首次与俄罗斯发生直接空中交火。自那之后，北约迅速加码，在波兰东部部署地面部队，构筑新的陆上防线。英国与法国空军也开始进行常态化巡逻，确保俄军不敢轻举妄动。更有甚者，波兰警方最新还拘捕了8名涉嫌执行亲俄破坏任务的嫌疑人，指控他们与莫斯科情报机构有关，进一步点燃两国对峙的火药味。如今，随着双普会日益临近，普京的每一步行动都被放大成国际焦点。是选择强行飞越欧洲领空，冒险对抗波兰与海牙的威胁呢？还是被迫绕行半个地中海，展示被孤立的长征呢？世界在看，莫斯科又会如何抉择呢？接下来的局势
恐怕将比任何一次外交会晤都更加惊心动魄。乌克兰朝欧盟迈出的这一步，或许将成为改变欧洲格局的关键转折。就在近日，基辅在伊斯坦布尔与欧洲方面的多项谈判取得重大突破，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了一步。最新消息显示，欧盟内部已开始为乌克兰量身修改入盟规则。据 Politico 报道，欧盟正起草一份新的会员条约草案，以便让乌克兰能够加速入盟进程。这份草案的核心思路是在不破坏欧盟内部结构的前提下，为基辅提前开门。具体的操作方式颇具创新，欧盟计划先给予乌克兰等候选国一系列会员待遇和福利，例如经济援助、政策参与权以及市场准入优惠。但在正式入盟初期，乌克兰将暂不拥有欧盟投票权，直到其完全符合欧盟政治、经济及法治标准后，才会被赋予完整的成员国权利。这种分阶段入盟模式被视为一种平衡方案，既能让乌克兰尽快融入欧洲体系，又能缓解匈牙利等国的强烈反对情绪。事实上，从去年开始，欧盟内部就已经频频出现要开匈牙利阻挠的迹象。有消息称，欧洲议会曾计划在部分涉及俄乌问题的关键决议中跳过匈牙利，通过修改程序或技术性调整强行推动相关议案。这些复杂操作背后暴露的正是欧盟体制的固有短板——一票否决制。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确保成员国的平等与团结，但当欧盟不断扩张，成员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时，这一机制反而成了束缚集体行动的枷锁。例如，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在历史上就带有明显的亲俄倾向，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分歧尚可被掩盖，可一旦战争爆发，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导致欧洲与俄罗斯对立加剧的背景下，这种立场分化就成了欧盟内部最难调和的矛盾。如今，布鲁塞尔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战略角度看，这场规则改革都是为了让欧盟能在危机时期更高效、更一致的行动。而对乌克兰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积极信号，欧洲的门正在被推开。分析认为，从政治信号的角度来看，这场欧盟的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让乌克兰入盟更快，更是为了让欧洲在地缘竞争中重新掌握主动。毕竟，在新的国际秩序重塑中，能否让乌克兰真正融入欧洲阵营，已成为检验欧盟团结与战略意志的关键试金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再度陷入火光之中。近日，俄军一处存放军事物资的仓库被烈火吞噬，现场浓烟滚滚。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也对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空袭，整夜爆炸声不断。据俄媒 Astra 报道，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20日前后，起火地点位于莫斯科的一处军用装备仓库。社交平台上迅速流传出一段疑似现场拍摄的视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整片仓储区已被大火彻底吞没，火舌高窜，浓烟翻滚，燃烧范围仍在扩大，现场不时传出巨响，显然有爆炸发生。目前俄方尚未就此事件作出正式回应，具体损失和起火原因仍待确认。多方消息称，这起火灾极可能是乌克兰特工在俄境内行动的又一次成果。近年来，乌方特工频繁潜入莫斯科及其他核心城市，对俄军及其后勤设施实施破坏。如今这种行动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军方在夜间对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地区展开了无人机群空袭。当地居民表示，当晚至凌晨，多地传出连续的爆炸声，伴随建筑损毁和火光闪烁。目击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画面显示，空袭造成大面积破坏，
部分区域已被炸成废墟。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对罗斯托夫的空袭极可能与乌军同时在克里米亚方向展开的攻击相互呼应。这显示出乌克兰正在实施多方向同步化的战略行动，以牵制俄军南线兵力。与此同时，路透社披露，近期遭到袭击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和奥伦堡天然气处理厂均已被迫停产。此次停摆不仅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能力，也直接打击了莫斯科的能源出口体系。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随后也证实，奥伦堡天然气厂已暂停接收来自该国卡拉恰甘奈克气田的原料气。随着关键能源设施不断遭袭，俄罗斯的战争资源正被系统性削弱。基辅方面更声称，俄境内多家炼油厂因乌军的深度打击已损失约30%产能。这些被击中的目标大多位于俄境内500至750公里的纵深地带。然而，如今乌克兰已经具备远程打击150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能力，即便某些地区距离过远，乌方也能通过潜伏的特工力量或当地游击组织实施渗透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莫斯科地区已成为乌克兰特工活动的重点区域。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方多次在首都圈内成功发动行动，甚至清除多名俄军高层要员。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战争早已从前线蔓延至俄境腹地。克里姆林宫的安全神话正在逐步崩塌。扎波罗热方向的战事再度升级，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军最新一轮大规模攻势，同时其战机以超低空突防的方式摧毁了俄军在南部的军事基地。据图片报驻前线军事记者报道，当地时间10月20日，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小托克马奇卡等地发动了一场所谓的机械化强攻。战斗自下午2点打响，俄方动用了多达26辆坦克与装甲车辆，并由第71摩托化步兵部队协同推进。俄军随后分多波次发起冲锋，试图突破乌军防线。然而，乌军利用密集火炮与 FPV 无人机群实施精准打击，对俄装甲纵队造成沉重损失。无人机镜头显示，多辆俄军装甲车在爆炸中被直接摧毁，残骸四散。经过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截至当晚8点，乌克兰成功击退俄军进攻，歼灭敌方大量装备。据初步统计，俄军损失22件重型武器装备，包括2辆主战坦克、2辆装甲运输车以及18辆步兵战车。值得关注的是，此役乌克兰的坦克营首次在前线直接参与反击，他们从阵地外围向俄军装甲纵队实施精准射击，为无人机部队的火力覆盖提供了强有力支援。这种坦克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争初期几乎从未出现，如今已成为乌军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在南部战线展开了猛烈空袭。稍早前，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突入俄军控制区上空，并向目标发射了2枚法国制造的 AASM 精确制导炸弹。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战机几乎贴地掠过，在完成打击后迅速拉升撤离。爆炸瞬间，俄军基地上空腾起滚滚黑烟，建筑与仓库被彻底摧毁，火光映亮了夜空。分析认为，此次空袭直接打击了俄军南部的补给与集结区，重创了其正在增援的部队，有效遏制了俄方在扎波罗热方向的后续进攻部署。与此同时，在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库皮扬斯克与红军村一带，乌军仍在进行持续清剿行动，阻止俄军小股部队的渗透。俄方宣传频道声称，库皮扬斯克进入巷战阶段，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源证实。乌军伊万弗兰科部队则在红军村沿线构建密集的无人机防御网，形成对前沿区域的全天候监控。前线画面显示，当地布满俄军被击毁的装甲残骸。目前，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压力仍在增加，
而南部的反击正在成为牵制俄军的重要支点。随着战事持续推进，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或将成为未来几周的关键焦点。乌克兰在短短4天内再度出击，对克里米亚发起猛烈攻势。这次目标直指俄罗斯在当地的重要空军基地。最新消息显示，俄军用于防空侦测的雷达系统在袭击中被彻底摧毁。据俄媒麦什报道，当地时间10月21日深夜，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对克里米亚北部的战科1机场实施了精准打击。经过周密的侦查与前期部署后，乌军当晚出动多架无人机，对俄军目标展开了精确攻击行动。根据前线传出的夜视视频，无人机在黑夜中快速俯冲，直扑俄军的雷达阵地。画面显示，攻击目标正是俄军部署的瓦尔代雷达系统。随着连续的爆炸声响起，雷达设备被强烈冲击波吞没，火光从远处清晰可见。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瓦尔代系统正是俄方声称的先进反无人机雷达，专门用于探测低空飞行目标。然而，它却在这次乌克兰的无人机突袭中首当其冲，被彻底摧毁。讽刺的是，这款号称能探测无人机的雷达，最终却被无人机精准击中，显示其所谓的隐蔽性能不过是虚名。在过去1周内，乌克兰对俄占克里米亚的攻势明显加剧。乌军的无人机与远程导弹密集打击了多处关键目标，包括费奥多西亚与新菲罗波尔的战略油库都先后遭到袭击，造成俄军后勤供应链的严重混乱。与此同时，在黑海方向，乌克兰的攻势同样猛烈。乌军第40海军陆战旅近期对俄方舰艇与伞兵部队发动了成功打击。根据现场视频画面，俄军的军船原本在海面上高速航行，但很快就被乌军发射的精确制导炸弹命中，巨大的爆炸在海面上掀起蘑菇云，舰艇顷刻被摧毁。类似的海上交火在黑海的金伯恩沙嘴与第聂伯河水域也屡次上演。乌克兰海军正在不断重建与扩编，行动范围从沿岸扩展至更远海域，对俄方形成新的威胁态势。乌军作战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西方盟友的持续支持。就在近日，比利时宣布将为乌克兰改装113辆装甲车，以加强其地面机动部队。与此同时，比利时与荷兰签署了一项价值25亿欧元的防务协议，联合采购10套 NASAMS 防空系统。NASAMS 系统已在俄乌战场上证明其可靠性。这批装备的引入不仅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的防空力量，也将强化整个西欧防空网络的联动能力。可以说，俄乌战争已不只是区域冲突，更成为欧洲新一代武器系统的实战试验场。各国军方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战场经验。乌克兰与欧洲的军事合作因此更为紧密，形成了一个正在不断强化的防御与技术联盟。10月21日，欧洲多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首次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推动就地停火所做的努力。这份名为《关于乌克兰的联合声明》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波兰总理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挪威、芬兰、丹麦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声明指出，战斗应立即停止，目前的接触现应成为未来谈判的起点，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欧洲希望乌克兰停战投降。文件明确强调，即便达成停火，乌克兰仍需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西方国家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并扩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此外，欧洲还计划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约1400亿欧元及250亿欧元来支持乌克兰的重建与军费开支。签署方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于欧洲理事会及自愿联盟框架下召开会议，讨论具体落实方案。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坚决否决了这一提议，称立即停火与普京和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协议相矛盾。他声称，如果此刻停止战斗，乌克兰大片地区将继续处于纳粹统治之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进一步强调，俄罗斯在现有阵地停止驻军的立场没有改变，换言之，莫斯科依然企图彻底控制顿巴斯地区，甚至吞并整个乌克兰东部。就在欧洲呼吁停火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晤被迫推迟。原本这场会晤被视为美俄领导人峰会的前奏，旨在为特朗普与普京在布达佩斯的面对面会谈铺路。但由于俄方坚持要求获得整个顿巴斯，并提出一系列被美方视为不可接受的条件，谈判陷入僵局。卢比奥表示，俄罗斯若不接受就地停火，美俄之间的任何协议都无从谈起。佩斯科夫随后证实，美俄领导人会晤尚未确定日期，称这需要认真准备和时间。随着欧洲表态支持就地停火，俄罗斯可能反而加快军事行动节奏，在冬季到来前试图占领更多乌克兰领土，以在未来谈判中取得更大筹码。分析人士指出，越是接近停火，前线越可能爆发更激烈的战斗，而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如果俄罗斯拒绝接受停火方案，是否会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将成为接下来几周的关键问题。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